的美食之旅来点不一样的口味。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，真的是这也 AI， 那也 AI， 连等等去的店也是在 AI。那这次探访的店家就是位于高雄医学院正对面，全自动自面煮面，24小时营业的真鲜面馆。这是高雄在2025年2月最新开幕的店家，跟之前韩国无人24小时拉面店相较起来，是完全不同的餐点处理过程。那就随我一起来一探究竟吧。一方面来讲，这家餐点的价格其实还蛮平价，但餐点口味就不知道是怎么样了。那今天就先过来尝鲜，让各位观众参考参考。当然也别忘了按赞跟订阅支持一下。由于是无人系统，那点餐自然就是有点餐机处理。那目前是信用卡跟 LINE Pay 都有，但一卡通，悠游卡还没开放使用。像点餐机这样摆在店外面，如果有排队人潮，这样也算是节省店内空间吧。走进店里就是无人全自动煮面机的设备，完全将制作餐点的过程展示给消费者观看。虽然是无人店，但基本的装潢摆饰还是有的。门口也有整套的餐点流程让消费者参考，基本上还是以点餐、入座、等餐为主。但后面有一个流程颇耐人寻味，就留到后面再谈。那这间最有别于其他面店的是，整个制作餐点是从面团开始制作，现场切面、加料加汤，保证最直接的餐点风味。有别于过往的无人拉面店都是自己泡面的方式，现场的设备都是以无人作业的方式为前提，就连餐具机也别具巧思，避免无人管理的卫生情况。餐具都是一副一副出，不会全部混杂在一起。另外还有无人自动贩卖机提供卤味跟饮料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居然还有摆台无人冰淇淋机。不过最近天气太冷，实在没有勇气来尝鲜。有来品尝冰品的观众也欢迎留言分享口感。这剪刀是剪卤味包装袋，不是剪卤味食材的。一开始看到我还有点疑惑就是了。酱料的部分就有点单调了，仅提供白醋跟辣油。比较特别的是以喷雾式来使用，应该是使用方便整理为前提来思考的吧。那无人店最重要的，我还是觉得是这个，这根本是考验消费者的配合度。像古早的麦当劳为了推广消费者自行回收餐盘，就不知道花了多久时间才养成。像这种小型店面，只要有几桌没整理，整个店内环境看起来就会脏乱不堪，更别提餐点打翻，造成桌面不洁这种常见的情况。那这间店家座位算起来也不少，空间感足够，不会到拥挤的感觉，坐满大概也能容那个30-40位的空间。那标榜双料得主，跟挑战全台最高 CP 值的自信下，那就点碗面来试试看吧。看看这台无人全自动煮面机有什么不同之处。点餐机的部分跟一般的差不多，点完的时候，餐点会立即制作，萤幕也会显示出该餐点的排程，让消费者参考。面条部分为现点现做，直接用面粉开始处理，经过机器高速反复的揉制，让面团更为紧密。煮面过程是在沸腾中经过4次的冷热翻搅，可以让面条人为散开，口感更加 Q 弹，能享受与一般手工师傅制作面条的口感。肉品部分是使用冷藏肉品，可以确保新鲜度。那肉品选择有美国牛肉，而猪肉是台湾梅花猪。烹煮的方式略有不同，猪肉是全手的标准流程，至于牛肉则是5到7分熟而已。这样做是避免牛肉失去鲜嫩的口感。一台无人自动煮面机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了。虽然一碗99元，但整体的制作流程也还算 OK。制面过程全部在机器内部与外界隔绝，环境跟卫生考量应该都是符合现代标准。不过就少了老师傅大拇指的味道就是了。餐点的制作时间约为3到5分钟。那这次点的餐点口味是鲜溜酸菜牛肉面。
荧幕上会显示出餐完成跟广播通知。这边我有发现一个小 bug， 后面再一起来讲。餐具就跟一般免洗筷的方式不一样，才感应是取餐具的方式。筷子跟汤匙都是这样，感觉是蛮卫生的，不会有那种一只手在里面翻来翻去的疑虑。那就准备来品尝今天的美食。由无人全自动煮面机煮出来的餐点，这样一碗99元的牛肉面，口味如何呢？首先一样，先来翻料的部分。牛肉的部分应该是怕煮不熟，所以以牛肉片为主，跟一般牛肉腱块较为不同。吃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偏向是牛肉火锅那样，刻意用成的7分熟度，让肉片看起来挺粉嫩的。料的部分则是红萝卜跟白菜头为主，加上其他一点配料。餐点品项还有红烧番茄牛肉面，下次还有机会再来开箱，看看是不是新鲜的番茄。那先来试试这酸菜牛肉面的面条，口感是挺微妙的，当然是比无人泡面机好很多。但如果是吃惯手打拉面或是宽面的人，会觉得稍微空虚，感觉比较偏向是黄面的口感。分量的部分还好，点餐机也有加面的选项。面条状况是也挺完整，还能吸完一整条。从面粉到成型，其实要保持面条的完整性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有时候面搅一搅就断得乱七八糟，会很严重的影响口感。接下来就是牛肉面的精华了，看看这牛肉片的味道是否有符合期待呢？如果吃惯一般市售的牛肉面，应该不太能接受吧？可能也是我用酸菜当汤底，所以吃起来比较像是在酸菜白肉火锅涮牛肉片的感觉。是不会到不好吃，但会跟一般吃牛肉面的期待不同。这可能要在吃过红烧口味才能讲得更详细了。再来是配料的部分，就是差强人意了。简单讲就是少了一种炖出来的感觉。这边汤头应该也是用人工熬煮再送过来的吧？要不然就是用 OEM 料理包的方式烹煮。如果是中央厨房的方式，那口味可以达到一致化，也算是这种无人全自动面店的优势吧。刚忘了提到，这间店还有提供拌面的餐点。如果觉得牛肉面的口味不习惯，也可以选择其他口味。一刚刚的面条口感，做成拌面应该也是不错，给各位观众参考看看。那接下来谈谈这种无人店的感想。其实从无人自动贩卖机到之前韩国的无人泡面店，这种形态已经有好几十年有了吧，但都是为了解决缺工跟便利的问题居多。像韩国无人拉面店更是达到巅峰，虽然标榜无人作业，但大部分都还是依靠消费者本身来操作餐点的作业，像是加料、煮面、调味等等的作业流程。像这样全自动一键处理的无人煮面店面，真的还是全台第一间实际应用在现场店家的设备，感觉业者也是下了不少苦心来钻研这区块。但像这种店家的缺点也显而易见。第一，餐点口味一定会偏少，不像是韩国泡面店有几十种选择可以让人挑选。另外，单一出餐口的方式，如果有人太晚拿取餐点，后续的餐点制作流程应该会被延误。总不可能取餐口里面还有餐点，后面的餐点直接叠在上面吧？当初的设计者不知道有没有考虑到这点。那如果以这样的价格跟口味来讲，这样一碗99元的餐点，我是觉得还能推荐尝鲜的。那最后，店家是希望消费者能主动洗碗。老实说，我是觉得很难实现啊，所以来拍个正确的洗碗方式让各位观众参考。毕竟我在家里也是天天洗碗呢。虽然是全自动化店面，但这种事还是要请员工来做。光是补充餐具、清洁环境、故障排除，真的要人 AI 来处理，还是有极限在的。倒也不是做不出来，但硬体成本会高得吓人。可能连完全自动化那一天还要好几年来实现吧。那这家店带来无人化的餐点品质提升，也希望业者能越做越好，开发出更多不同的口味。那喜欢本集影片的话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